伊藤雄彦年轻时其实是个十足的上武青年，他正是70、80年代深受李小龙影响的那批亚洲男青年。伊藤菜菜子便是在他的熏陶之下才从小痴迷武术，而伊藤雄彦也一直很舍得在女儿这个兴趣爱好上投入，从小便为她请来了全日本最好的空手道高手、最好的散打与搏击高手共同教授菜菜子。菜菜子也在学习这些外家功夫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。在菜菜子15岁的时候，日本那些大名鼎鼎的高手已经将毕生所学都对他倾囊相授。那时伊藤雄彦便希望能够找到机会让菜菜子学习内家功法。在日本，唯二与内家功法有关系的便是忍术与剑术。忍术毕竟猥琐，不适合菜菜子这种大家闺秀，而剑术则讲究人剑合一的超凡境界，一旦离开了剑，实战能力便会大打折扣。再加上菜菜子并不喜欢舞枪弄剑，于是便陷入了武学停滞的状态。后来伊藤雄彦亲自出山，将日本第一高手山本一木请来做菜菜子的老师，这才让菜菜子的武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空间。可是山本一木毕竟也是外家高手，于是伊藤雄彦便试图让伊藤菜菜子学习华夏武道，但当时他所能接触到的华夏武者基本都是如何家一般的武道家族，对这种武道家族来说，残缺不全的武道心法便是他们家族百年兴旺的根基，所以无论如何也没人愿将心法传给外人。所以几次碰壁之后，伊藤雄彦便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可是他哪能想到，女儿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真正的武者。面对伊藤雄彦的惊诧万分，菜菜子如实说道：欧多桑，女儿能够这么快成为武者，多亏了叶晨君当初给女儿服用的丹药，再加上女儿一点点小小的机缘巧合，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突破之法。叶晨笑道：这个我可不敢抢功劳，能这么快掌握武道根本，绝对是菜菜子天赋使然。伊藤雄彦好奇地问道：菜菜子，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能让你这么快就掌握武道之法？菜菜子也不藏私，便将自己今日对秦闹雪说过的那番话又详细地叙述了一遍。伊藤雄彦听得骇然无比，张大嘴愣了良久，才忍不住问：这似乎有些太过玄妙了吧？人真的能找到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吗？菜菜子点点头，我以前也不敢相信，但亲自试过之后，便找到了那种人神分离的感觉。武道的门槛便是内窥，而人的神识本身就在体内，两者属于半生状态，就好像一只放大镜，镜片与握柄生来就是一体。镜片虽然能放大一切事物，却唯独无法放大自身。可如果将镜片从握柄上硬拆下来，放大镜便也不再是那个放大镜了。人更是如此，若是没有方法，恐怕只有在濒死的时候，神识才会与身体分离。说着，菜菜子又道：所以武道难就难在如何在不损伤自身的情况下，可控并且安全地将神识与身体分离开，只有做到这一步，才有可能实现内窥。所以我便想了那个办法，假想自己的神识从高处坠下，迅速找到那种安全的濒死感。本来只是好奇试试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叶晨一言不发，可心中却不禁感叹，能想到这种方法，菜菜子果然是武学奇才。伊藤雄彦听完，表情震惊又神往，不由难道做梦都没想过武道竟会如此玄妙？年轻真好啊，若我还是个年轻人，说什么都要尽全力去试一试。菜菜子微笑道：欧多桑，只要愿意付出行动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不了。伊藤雄彦微笑着摆了摆手，感叹道：武道太苦了，路途又太过漫长，我不想50岁的年纪再重新开始悬梁刺股的学新的东西。毕竟人生匆匆几十年，往多了说也只是3万个日夜。说着，伊藤雄彦摇头笑道：人啊，就应该在特定的阶段做特定的事情，在20多岁追求自我，在30、40岁追求事业，在50、60岁追求快乐。自从叶先生帮我双腿重生之后，我的余生只为快乐。叶晨微笑道：伊藤先生，
一旦入了武道之门，人生的长短就不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了。说罢，他非常认真地说道，即便是普通武者，活到100岁也问题不大，若是天资足够，能够进入暗境100多岁是轻轻松松，若是修为还能再高，200年怕是也不在话下，而且200年也不是终点，真能登峰造极，寿命恐怕会拉得更长。伊藤雄彦听到这里，整个人瞬间一怔，表情也陷入呆滞。他抿了抿嘴，看了看叶晨，又看了看菜菜子，片刻后忽然默不作声地斟满一杯清酒，而后端着酒杯站起身来，表情感激惆怅又郑重无比地说道，叶先生，看来菜菜子这次真的走上了一条漫长且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。他是我唯一的孩子，可我这把年纪注定是不能陪他太远了。我今日将他托付给您，希望您能一直陪着他走下去，陪着他50年、100年、150年，甚至更久，拜托了。说着，他双手将酒杯托到叶晨面前，整个人90度鞠躬，一动不动。菜菜子原本对找到突破之法还非常开心，但没想到父亲想到的却是这一层面。与叶晨接触久了，他也知道，一旦一个人在武道之路上走得足够远，那他的寿命也一定足够长。到那时，身边的长辈、同龄人甚至晚辈都会一个个离他而去，剩下他一个人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遥远，也越走越冷清。几十上百年甚至更久的漫漫长路，若是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相互陪伴，那种孤独感自然也会减轻许多。他知道，正是因为父亲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才会如此郑重地拜托叶晨。想到这里，菜菜子忽然眼眶一红，泪水便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，口中哽咽道，欧多桑，说着便以泪如雨下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